我们这一期视频要来聊三高。我们先确定一下三高的定义啊。如果你要按照医生的标准来决定三高，那么高血糖、高血压跟高血脂估计就是达到了一个一定的疾病的程度了，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才给你确诊为三高人群了。那对我们管理健康的人来说，我们不想到那个程度啊。至少今天我们看各种数据跟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医生如果确诊的三高人群如果人数是1的话，那么前期啊在路上的正在发展的可能是2，有可能是3，意思就是说在路上的可能比确诊的要多1倍，可能还要更多。那如果你把在路上的和已经确诊的加在一起的话，涵盖的总人口的百分比啊，会相当的可观的，它可能达到了40%，甚至于50%了。看一看你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普遍的程度就不在话下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叫做三高？我们为什么不把身高也加进来？因为身高跟这3高它的根源呢完全不一样，而这3高它们呢有系统性的来源。这3高啊，它们是一条树上长出来的不同的枝与叶。那么这条树是什么呢？它们的根是什么呢？可能性最大的来源叫做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代谢综合症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因素，而三高就是代谢综合症里面最典型的表现。其实如果我们要了解三高的话，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了解胰岛素抵抗是什么，我们怎么会形成胰岛素抵抗的，现在的人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有胰岛素抵抗？有胰岛素抵抗的人，你最后发展成三高或者是2高，那可能性概率就非常大了。如果你去查数据的话，你说目前全球范围内啊，胰岛素抵抗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啊，目前你能够查到的比较权威的数据是大约50%啊。各位50%啊，胰岛素抵抗啊，50%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一半的人口有胰岛素抵抗了。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教授的演讲，他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是解剖，他们做尸检的，他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在的时候检查不出来的现象啊。他们根据尸检，然后比对他的病例报告，他们发现50%是过分的低估了，还有很多呢是没有被发现的。根据他的研究呢，他认为目前人口里面75%的人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在我小的时候是没听过的，我父亲很多的朋友，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2型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岛素，我从小到大就遇到过那一个。所以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这种现象非常罕见的。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在最近这几十年里面它变成了一个75%啊，4个人里面有3个？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跟我们饮食的变化有关。胰岛素抵抗的本质是什么？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功能跟角色很多，那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处理我们食物里面转变出来的葡萄糖。我们有的时候直接吃下去的葡萄糖，那么肝脏处理的手段很简单，肝脏处理完了以后，这些葡萄糖就送到我们血管里面去了。如果我们吃的淀粉，米啊、面啊、土豆啦、番薯啦，这些淀粉的热量，我们的肝脏需要转化，它的热量转化成葡萄糖，也送到血管里面去了。这些葡萄糖呢，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啊，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它是发挥不出了能量的。我们身体需要用能量，是在我们的细胞里面用能量，不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用能量。所以这些葡萄糖要被送到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去提供能量。我们每一个细胞膜都有容许葡萄糖进去的门，这个门呢平时都是关着的。当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上升的时候，就是你血糖上升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探测系统啊会监测到血糖上升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胰腺呢就会开始制造胰岛素出来。胰岛素去到我们每一个细胞的表面，跟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接触到了之后，葡萄糖的门就会打开，容许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去。所以我们说胰岛素的存在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把葡萄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身体不喜欢血糖太高的，所以你血糖越高，它就会制造越多的胰岛素的，把你血管里面的葡萄糖送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要留在血管里面。
你大概有2个小时的左右时间，可以把这些葡萄糖送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去。2个多小时时间过了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部分，我们的肝脏就会把它转化成脂肪，然后它就会存到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去。这个时候胰岛素的工作就结束了。但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血糖的变化会是什么呢？这一顿饭里面有很多的葡萄糖，那你的血糖的变化是你吃下去了这些食物之后，你的血糖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就会升到很高很高的地方，胰岛素也会升到很高的地方。当胰岛素上来的时候，就是你的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了。所以这整个过程，一个迅速上升跟一个迅速下降，整个过程大约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每一次你的血糖从高处迅速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制造饥饿素，给我们制造饥饿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吃完饭2-3个小时左右就会饿，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血糖降下来的时候，我们饿了。你可能吃个香蕉，你可能吃几块饼干，你可能吃个面包，你原来第一波的胰岛素还没有来得及降下来，这个时候你饿了以后，你加餐了以后，你的血糖升上去了，又升了，这时候你的胰岛素呢就会维持在上面，或者是再升一次。这样的结果就是吃现代传统饮食的人一天吃东西可能要吃5-6回，到了晚上还有水果，可能睡觉以前还有宵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血液里面的胰岛素一天到晚都在高位，我们身体的细胞是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你看你走到一个厕所进去的时候很臭的，你进去了30秒钟1分钟以后，大概那个臭味就下降了，你就不大闻得到了，是你这里面的细胞适应。当你的胰岛素一直在高位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渐渐的适应了高胰岛素的环境了。这个时候你再给它一定量的胰岛素的时候，它开不了这么多门了，懂这意思吗？结果是你吃进去的葡萄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你的血糖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你的身体就会进一步的制造更多的胰岛素出来，这些血糖才会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那你的胰岛素相对来说更上一层楼，维持在更高的地方，它就不容易降下来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细胞又适应了，血糖再升高，那你身体就再制造更多的胰岛素，你的胰岛素又再上了一层楼了。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饮食里面的葡萄糖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可是你血液里面胰岛素却显著增加了。这个就是胰岛素抵抗的最清晰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你不需要吃更多的葡萄糖，可是你的身体需要制造更多的胰岛素去处理这些葡萄糖，这就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跟三高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分开来说。胰岛素抵抗越严重的人，血糖要越高，身体才会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来的。所以胰岛素抵抗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血糖的变化。一般来说，我们空腹血糖是不应该超过 5.6 的，这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群里面，如果你的空腹血糖真的超过 5.6 了，你可以问你自己，你会不会精力跟不上啦？你会不会频繁的有饥饿感呢？如果这种现象都有的话，那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你如果要确定你自己有没有胰岛素抵抗的话，你需要测你的空腹血糖，然后看一看你的空腹胰岛素或者是空腹 C 肽。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在 5.5、5.6 左右，你的空腹胰岛素去到了8、9、10甚至于更多，那就确定了坐实了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还有很多其他的表面现象，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面会说给大家听。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三高里面的第一高糖高跟胰岛素抵抗就是直接关系了。那我们讲第二高了，第二高就是血脂高。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血脂高就是胆固醇高的意思，抱歉，不正确。胆固醇不是脂肪，胆固醇是脂质，甘油三酯才是脂肪。血脂高的含义的定义就是你的甘油三酯高了。当然如果你去医院检查，你看化验报告上说你的甘油三酯如果在 1.7 以下，那就是 OK 的。但实际上你要不要等到 1.7 的时候才提高警觉呢？这是我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甘油三酯是越低越好的。为什么胰岛素抵抗会导致甘油三酯上升？这是我想要解释给大家听的。我们刚刚前面解释了血糖、葡萄糖跟胰岛素的关系，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容许血管里面有太多葡萄糖的存在。如果你吃很多很多，它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胰岛素，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左右，把这些葡萄糖从你的血管里面带走，不管它去哪里，总之要离开你的血管。那么你一顿饭里面吃下去的葡萄糖大概会有多少呢？吃传统饮食、高糖饮食的人，你一餐饭里面吃进去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有个400到600卡路里还是蛮正常的。如果你是400卡路里的热量是葡萄糖的话，就相当于100克的糖1碗到1碗半的米饭吃下去了以后，你的血管里面会出现70几克的糖。
所以我说你一顿饭吃下去100克不过分了，吃下去150克其实很正常啊。150克的糖就是600个卡路里了。我们的身体需要在2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从你的血管里面把它带走的。你的身体燃烧的能量主要来源是葡萄糖。这2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你能够燃烧多少？估计你可以用掉200个卡路里，其实不到。可是你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有600个卡路里，剩下这400，你的身体就要把它转变成脂肪存起来。存到哪里去呢？先送到你的肝脏，然后你的肝脏装在低密度脂蛋白里面，你的甘油三酯升高了，因为甘油三酯测的是你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脂肪。甘油三酯出去了以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会把它里面的甘油三酯，因为胰岛素在高位的状态下，把这里面的甘油三酯送到你的脂肪细胞里面去储存，那你的皮下脂肪呢就多了400卡路里的脂肪。大家不要纠结这个数字的精确度，我们把这个逻辑概念整理清楚。每一次葡萄糖离开了你的血管了以后，你就会饿，那你就再继续吃。但是每一次你吃下去的葡萄糖，如果你2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用不完的部分，每一次超过了那个部分就会被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储存在我们脂肪的细胞里面，所以我们慢慢变胖了。然后呢，逐渐的胰岛素抵抗开始成型了。我们的甘油三酯要存到脂肪细胞里面去的时候，它也遇到胰岛素抵抗的障碍啊。它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够进到脂肪细胞里面去，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在接收这些甘油三酯的时候也会开始出现困难，开始出现障碍了。那有一部分的甘油三酯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里面，那送不走肝脏也不要啊，肝脏也不要的话就继续把过多的甘油三酯塞在低密度脂蛋白里面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越送越多，而血管里面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甘油三酯要储存到我们身体脂肪细胞里面去又相当不顺利，这个时候验血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你的甘油三酯上升了，因为肝脏装了很多进去，而它呢下货又下不掉，没有地方可以储存，所以甘油三酯就升高了，这个时候你的血脂就上升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去叙述胰岛素抵抗跟你的血脂上升的关系，跟你甘油三酯上升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没有胰岛素抵抗，这一切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高血脂的部分，我把高血压的部分留到最后，因为它的机制是最复杂的。我们到下一期视频里面，我们再跟各位详细的解释。